魏无羡顺势靠在蓝忘机怀里，看着外面下大雨，道：“下大雨了。”蓝忘机了一声，捏着魏无羡软软的耳垂，手感很好。魏无羡抿了抿唇，他神色有些忧郁：“我之前在美国，经常下雨，我就想着，我要是能抱抱你就好了。你看那个时候我都不敢奢望亲亲你了。”蓝忘机道：“打雷，害怕吗？”魏无羡笑了笑，说道：“不害怕，但是就想见见你。我看了你那么多回，结果怂得自己都不敢上前给你说话。”蓝忘机道：“你应该告诉我的。”魏无羡摸着蓝忘机的手，他说：“我还是很想你。3年时间太长了，长得足以改变很多事。”魏无羡眼睛泛酸，转过身就往蓝忘机身上靠，整个人都往蓝忘机怀里缩。他把脸埋在蓝忘机的肩膀那里，一副依赖的模样。蓝忘机扶着他的腰臀，眉眼带着淡淡的柔光，不似往常那般冰凉。现在见到了。魏无羡闻了一声，3年前的蓝战，魏无羡到现在还不敢细想，一想到那个后果，魏无羡始终不能和自己释怀。蓝忘机了解魏无羡，他手上一直戴着腕带，不过这个是魏无羡给他买的，他现在迷上了给蓝忘机买腕带，一买就买好多条。魏无羡从来不敢摸蓝忘机那个疤，他会忍不住想，蓝忘机自然知道。他亲吻着魏无羡的唇，淡声道：“你要知道，没有那么如意的事情，魏婴。”“我知道。”蓝忘机继续说：“所以我现在没事。”魏无羡声音发哑：“但是你之前病了，是因为我。”蓝忘机摇了摇头，说道：“我之前总觉得自己出现了幻觉，我几乎每一天都能见到你。”魏无羡咬着自己的唇，轻声道：“你大哥之前和我说过。”蓝忘机说道：“但是你那个时候去美国了，所以不可能是你，但是我现在想想。”说到这里，蓝忘机的声音更轻了。魏无羡问道：“什么？”蓝忘机亲了魏无羡一下：“我只要一想到那些幻觉中可能真的有你，我还是很开心。所以别去想，别去念，和自己释怀，然后好好和我在一起。”魏无羡笑了一声，他说：“好，求之不得。”魏无羡的公司由于在美国越来越大，他回来的时候太急了，又将近1年没回去，确实有大大小小的事情得让魏无羡回去收尾。但是魏无羡又不敢和蓝忘机说，怕蓝忘机又没有安全感，眼看着拖不下去了，魏无羡这才支支吾吾地和蓝忘机谈话：“蓝战，我想和你商量个事情。”蓝忘机了一声，道：“什么事？”魏无羡有些苦恼，他说：“就是我在美国的公司嘛，然后就是我当初回来的时候，他太着急了，然后就大半年没回去，有很多的事情没有收尾，现在都得需要处理一下。”蓝忘机手指一顿，看着魏无羡，继续听魏无羡说：“就是说我最近要回美国一趟，处理那些没有收尾的工作。”魏无羡说完，神色有些不安，他决定了，只要蓝战有一丁点都不愿意，他就不回去了。美国的公司爱谁管谁管，他不管了，什么都没有蓝战重要。谁知道蓝忘机神色没有不一样，没有一丁点的不愿意。他问什么时候的机票。魏无羡摇了摇头，说道：“我怕你不愿意，然后我一直都没有订机票，不是来和你商量商量吗？只要你不愿意，我就不回美国了。”蓝忘机歪着头轻叹一声，眉眼似乎带着淡淡的无奈，问他为什么会觉得我不愿意。魏无羡道：“怕你害怕，以为我在美国不回来了。”蓝忘机停了一会，然后伸出手又捏了捏魏无羡软软的耳垂，他说：“你会不回来吗？”魏无羡立马说道：“肯定不会，我忙完就回来了。”蓝忘机了一声，说：“那不就好了，我没有不愿意。”魏无羡有些不相信，坐在蓝忘机身边把玩着他的手，问道：“真的假的？”蓝忘机了一声，道：“真的。”魏无羡被蓝忘机的语气弄笑了，说道：“不是，怎么这么放心啊？我这次可是去1个星期呢。”蓝忘机已经在看机票了，没回答他的话，问道：“什么时候走？那一天的机票？”魏无羡说道：“明天吧，再回去早回来。”蓝忘机了一声，选好了时间，给魏无羡买了往返的机票。魏无羡笑着眉眼弯弯，凑过去就要去亲他。蓝忘机由着魏无羡在他身上胡作非为，道：“今天早点睡。”“好嘞。”
第二天，蓝忘机亲着开着车去送魏无羡去机场。到了机车，魏无羡还有些困，蓝忘机给他买了一杯热豆浆，放了糖，说道：“记得把豆浆喝了。”魏无羡道：“有些后悔，不想回去了。”蓝忘机看着魏无羡无精打采的样子，说道：“别闹，过几天就回来了。”魏无羡一听到这里，神色这才好了些。他3年前去美国的时候是一个人走的，而且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再回来，但是这次不一样了，是蓝湛送他来的，而且他过几天就回来了。他的蓝湛在等他回来。魏无羡坐车不管是做什么，只要时间一长，他就会犯一个毛病，就是犯困，在车上面睡觉，在高铁上面睡觉，坐飞机也是，更别说飞机飞的时间那么长。魏无羡基本是一坐到座位上面就盖上毯子睡着了。这次也是魏无羡没有要咖啡，直接给空姐要了个毯子，戴上耳机睡着了。所以他后面根本就没有看见蓝忘机和江澄，他睡过去了。然后等蓝忘机和江澄上飞机的时候，魏无羡已经睡熟了。江澄看着魏无羡说道：“一坐飞机就睡觉。”蓝忘机没吭声，只是把魏无羡的那个毯子往上面给他盖了盖，然后就和江澄坐到了最后面。江澄问道：“我还以为你会和他坐一块呢。”天知道江澄知道他们两个和好之后有多惊讶，他没想到魏无羡当初做那么绝了，人家蓝忘机会愿意跟他好。蓝忘机冷冷地说道：“不是你说的给惊喜吗？”江澄想了想，也是，他们两个既然是偷偷摸摸的来的，那总不能让魏无羡发现吧，那肯定得带点惊喜啊。魏无羡之前要回美国的事情，江澄早就知道了，然后他不但知道了，第二天还和人家蓝忘机说了。就在两个人在谈合同的时候，江澄就给蓝忘机提了一句，蓝忘机就知道了。他原本以为魏无羡会早点跟他说的，但是他没有想到魏无羡拖到了最后一天才跟他说。然后江澄知道之后就贴了个主意，然后蓝忘机给魏无羡买机票，然后他买他们两个人的机票，魏无羡坐前面，他们两个坐后面。原本蓝忘机是不同意这样做的，但是江澄说：“你不想去美国看看魏无羡在美国的公司吗？”蓝忘机有一瞬间心动了，他想，蓝忘机确实想看看那人在美国的公司，他想看看这个人到底优秀成什么样子，就答应了江澄这个要求。而且他们两个人也没有在魏无羡面前露出什么马脚。魏无羡绝对没有想到，蓝忘机就把他送上飞机之后，把车开回家里面。江澄正在魏无羡那个别墅门口等着蓝忘机，然后两个人打车又到了机场。其实他也不知道为什么会答应江澄这么荒唐要求，大概就是想看看那人在美国的3年吧。